好，谢谢大家，谢谢丁总的介绍，好吧？明天的都提前了，但是先就跟大家先预热一下，好吧？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介绍这个 Web 神经网络 WebNN 的一些概述，然后以及我们在 W3C 这个 Web 机器学习组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对，然后今天的分享嘉宾一个是我然后还有我们的张敏 Ballum。对，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对。我在 Intel 是Principal Engineer，然后我是这个Web Neural Network 这个 API 的这个发起者，和现在我目前在做一个编辑，和其他的一些同事在 co-edit 这个 API。然后我也负责一些在Chromium 这个 Open Source Project 这个 Browser Project 里面的实现。对，然后我是这个 Chromium WebN 这个 Component 的一个 Co-owner。然后我们张敏同学，他是在 Intel 带这个 WebN 这个Engineering Team。我们在那边做包括 Spec 的开发，包括 Chromium 的 Code 的贡献，然后以及和一些 Framework 的集成，比如说这个 Onyx Runtime，WebN EP。然后张敏还维护这个我们WebN Developer Preview 这样一个网站，等会儿我们会介绍，是有这么一个开发者预览。对，那我们就首先我今天的分享主题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介绍一下当前这个 AI PC 的一个趋势。对，我们面临着就是说这个异构计算的这样一个时代。然后呢 ，WebN 我们在这个 W3C 的这样一个机器学习工作组，我们做了一些探索，然后提出了这么一个抽象，就是说我们也尝试过更高层次抽象，也尝试过更低层次抽象，但是目前我们提出这么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编程的抽象，带入到Web 这个平台来，希望能解决这个异构计算加速的问题。然后这个 API 能帮助你拿到底层硬件的这个加速，然后它的实现方式呢是通过跟底层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机器学习的 API 做集成。等会儿我会有以我们在 Chromium 里面怎么实现的作为例子来分享。然后达到这个效果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其实我们 Web 大家做 Web 的人都希望弥合这个 Web 和 Native 之间，就原生程序之间的这样，不管是性能上还是应用的这个丰富程度上的一个鸿沟，对吧？那我们后面有些展示，就是说这个 API 目前得到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帮助 Web 平台、Web 应用达到了一个接近原生的一个性能，以及一些新的AI 的应用，包括这个 Gen AI 生成式 AI 的应用。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目前的状态，就是从这个 API spec 而言的话，我们在去年实际上我们已经发布了一个Candidate Recommendation， 对吧 ？CR。然后当时已经就是传统的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需要的算子我们都已经支持了。然后从去年到今年，在今年2季度我们发布的一个 CR 的 refresh 里面，我们实际上是支持了比较新的这个所谓 transformers 的那些需要的算子，然后以及支持了这个生成式 AI 的一些应用。我们后面有些 demo。然后在实现上面，我们现在主要聚焦在Chromium 这个里面的实现。然后目前呢，就是在 Windows 上的 GPU 的这个版本已经在 Chrome 和 Edge 里面都有预览版，开发者预览版已经可以了，但用户同学们都可以马上可以试用。然后 NPU 的支持，我们知道 NPU 可能是下面这个所谓 AI PC 的一个重点，对吧？神经网络处理器的支持很快会发布，但是我们已经有 demo。然后其他的平台的话，长话短说，就 Core ML macOS 正在做，谷歌还有苹果他们都在贡献。然后Chrome OS Android 上面TensorFlow Lite 的backend 它也正在开发。对，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下一页是对我们讲一下，就是简单概述一下这个我不是给英特尔打广告啊，只是以英特尔的处理器作为例子。其实现在各家都在推出这个 AI PC 的芯片。对，那么一个特色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开发者面临的就是一个异构的这样一个环境。这里我们列出了就是有3种 AI 引擎。那么从我们以前已经有的，对吧 ？CPU、GPU 以及最新加入的这个 NPU 神经网络处理器。那么实际上呢，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特性，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使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回到 CPU 上看，它比较适合的是什么？我们这里写的就快速反应。然后呢，实际上它比较适合用来运行一些轻量级的模型。什么叫快速反应？比如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合作伙伴或者客户中，就比如说你在输入文字，比如说你是一个基于 Web 的一个像类似于 Word 或者 WPS 这样一个应用，你在输的时候，它要预测你的下一个文字，对吧？当你在输的过程中，实际上你需要它快速的给你答案。
对，这个不需要有延迟，不需要非常高的这个带宽或者是这个吞吐量，对吧？像这种应用 CPU 很合适，还有 CPU 比较适合用来做这种循环神经网络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遇到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用传统的比如说 LSTM 来做降噪，对。这个就非常适合运行在 CPU 上，因为它中间有循环我们知道不一定适合一些并行的或者高吞吐量的计算，像 GPU， 对不对？然后那么回到 GPU， 那么 GPU 它的特点就是高吞吐量，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大并行性，对吧？大规模的并行，非常多的 EU， 对吧？处理单元。那么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 GPU 因为很多和视频或者是图像相关的那个内容已经在 GPU 上做计算了，所以说当你的 AI 的模型需要处理这些内容的时候，非常适合放在 GPU 上，因为它可以把你的这个所谓张量或者 tensor， 对吧，放在 GPU 上，然后放在 GPU 的内存上，不需要跟其他的那个处理单元进行来回的拷贝、数据拷贝，所以 GPU 非常适合用来做这个。但是我们也知道，刚才其实我们的同事也介绍了 Web GPU 这一番 ，Web GPU 也用来做很多渲染或者是视频的内容，包括编解码的内容，它本身有很重的工作负载。我们遇到有一个游戏引擎厂家，他的那个诉求是说，我希望能 offload GPU， 对，我希望把我的 AI 的那个计算放到其他的引擎上，他甚至考虑 CPU， 但 CPU 并不适合用来做它的那个特定的使用场景。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基于这个呢，其实有一个新的选择，就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AIP 加入了一个专用的那个神经网络处理器。它的特点就是，就是其实功耗比较优，因为它是专用电路设计。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实现，有厂家用 DSP 实现，有厂家用大规模的成家器来实现。但实际上它就是为那个神经网络或者是 AI 的这个计算做了一些你可以认为专用的硬件。然后这硬件呢可以比较以低功耗的方式运行，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能耗比。所以说它的特点就是说，比如说你要长时间运行的 AI 的那种工作负载，比如说做背景消除，比如说做语音识别那个speech to text， 对吧？翻译或者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要长期运行的，这个比较合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你比如说你的 CPU 已经很忙了，你 GPU 已经很忙了，那现在多一个选择，你可以做 offloading， 对吧？但是这个带来了挑战，对吧？不管是其实 Web developer 还是这个原生应用的 developer， 都是一个挑战，就是它的异构性，对吧 ？CPU 我们知道你要但凡用点加速，你可能要用那个单指令多数据的那种指令集 SIMD， 对吧？在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实现，对吧？ ARM 的 X86还不一样，对吧？然后 GPU 对吧？你要熟悉各种，对吧？如果你是原生啊，但 Web GPU 或者在 Web 上你可以用 Web GPU， 原生的话你要 CUDA 或者什么 OpenCL 这些东西，对吧？那么它又是一种叫什么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Thread 这种编程模式，对吧？你又是另一种编程模式。那 NPU 呢 ？NPU 刚才我说了，各家又有各种不同的实现，甚至一些专用电路，这个有时候还不公开的这个编程接口，所以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异构的编程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挑战。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那个 W3C 的这个机器学习工作组，我们这几年大概4年的探索，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相当于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所谓叫 Web Neural Network 这样一个 API。然后我们现在处于刚才我说了，就是在这个开发者预览这个阶段，对吧？那么大致我如果总结的话，有这几个特点。首先 W3C 的标准，这个不说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中间我们说了是一个统一的抽象。那么等会儿我们会详述这个抽象到底是什么。我前面也卖了关子，既不太高也不太低。那么什么是合适的，对吧？那么另一个要解决的痛点就是怎么针对这个异构的引擎，对吧？异构的架构来进行编程，然后让开发者比较容易的迁移。实际上这里其实对 Web 的这个可迁移性提出一个新的挑战，对吧？你不但要在不同的平台，比如说原来的 Windows、Mac、Android 之间迁移，你现在甚至还要在不同的架构之间迁移，对吧？这是一个新挑战。然后另外就是说，它跟 Framework 集成，我们上面讲到 Web 现在我们有一个宣言叫什么？叫什么Progressive Web Manifesto 还是什么东西，对吧？当时是说我们要提供足够低的这个 API， 然后让上面的Framework 可以逐渐的演进，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特别强调，就是这个 API 是底层访问硬件，那么又是能适配不同的那个框架，然后让它做到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个性能和能耗的优势，使它接近原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对，我们看看能不能达到。最后就是我们其实提到的就是一个通用性，因为其实这里回到这个抽象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基于计算图的一个数据流的编程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它给你带来的这个使用场景，刚才我们说到，其实 Web API 有什么？有一些专用的 API， 对吧？你可以用来做翻译的，有做语音识别的 Web Speech API， 现在有 Web Translation API， 以前还有那个 Shape Detection API， 这些是专用，它用的是你的浏览器或者系统内置的那个模型，但这里是 BYOM， 就 Bring Your Own Model， 对吧？是你 application 可以你自己定制的模型，你适配你的业务的模型，然后把它带到 Web 平台上来运行，而且是接近原生的，利用现有这个 AI PC 上所有那个 AI 引擎的一种方式来运行。好，下一页。这个是，其实我刚才已经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个了，就 Web NAPI 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Web 这个平台上 Web Platform 上面新的一个引入的一个 API。那么它实际上和以前我们用 Web Assembly、Web GPU 或者其他的 API Extension，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专用的应用的 API， 实际上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上面接各种用例，对吧？中间跟 Framework 做集成。然后透过这个浏览器的实现，有可能是比如说浏览器中实现，当然也有可能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有个 Auto Browser 的使用场景，对吧？就是那些 JavaScript Runtime、Node.js 啊，或者是甚至 Deno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可以只要是你用 JavaScript 编程或者以 Web 这个 Technology、Web 技术作为编程的这样一个基础环境中，编程环境中都可以得到使用。那么下面这里就是说我们跟 OS 的这个原生的这个机器学习的 API 做紧密的集成。现在我们主要的3个目标就是说 Windows 上的 DirectML， 这个是 Windows 上的原生的那个机器学习 API， 然后 Mac 上的 CoreML， 以及安卓或者那个 Chrome OS 上的 TensorFlow Lite， 这是我们目前这个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就是比如说Windows Studio Effects 啊或者 Other MLOS API， 就是作为补充，其实是整个这个现在这个 Web AI 的这样一个概览中的其他的组成部分，但今天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就是从 WebN 到浏览器的实现，以及到下面这3个主流这个操作系统 API 的集成。对，然后访问下面的 CPU、GPU、NPU。好，我们说了半天这个 WebN 它的编程模型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这张图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概览。这个深蓝色的框里面的那个名字就是主要的3个WebN API 的 interface。一个是 context， 一个是 graph builder， 一个是 graph， 对吧？但前面都带了一个那个前缀，那个 machine learning ML。然后所有开发者的那个编程的之旅或者它的体验是从 create 一个这个 ML context 开始的，就是你可以指定我接下来需要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引擎，对吧？是现在已经可以说我要指定说我要用 CPU、GPU 或者 NPU 了，对。然后你还可以指定一些你的能耗的这个那个偏好。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工作负载是需要低功耗的执行，还是那个高性能的执行？这个在选择一些引擎的时候会有区别。比如说，你的系统同时有集成的显卡或者是独立的显卡，你同时有的时候，那么当你选 GPU 选那个high performance 的时候，它可能会把它这个工作负载放到那个独立显卡上，对。然后你选 low power 可能就会放到那个集成显卡上，对。然后你在这个 context 是一个整个接下来你的 AI 模型，实际上我们会变成这个计算图，这个计算图运行、编译、运行的一个环境，你可以认为是个 environment。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创建一个 graph builder， 然后 graph builder 它提供的就是一堆算子和操作数，就让你构建这样一个 computational graph。对吧？构建这样一个计算图，它用来大家对如果 AI 模型稍微有点了解，这个应该很熟悉，对吧 ？AI 模型无非就是这些算子然后把它组成一张图的一个过程，对吧？这个我们就提供了 JavaScript API， 让你在你的 Web Application 中可以去创建算子，然后连接它们，构成你的计算图。比如这个下面这个框，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有什么卷积操作，对吧？有这个加的操作，以及一个激活函数，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它们就是图中的节点。然后边呢就是操作数，对吧？那么操作数这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张量，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整个神经网络都是构建在这个张量上的，所以这样是一个基于张量操作算子的一个张量算子的一个计算图。然后这个都是 Web 的，我打个括号 Web 的，就是它和平台还无关，在这个时候它只是在内存中构建。当你执行一个 compile 的操作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 API 中叫 build 操作，但实际上底下不光是 compile， 还有 optimization。就其实分成几个东西，其实刚才我说了一个 compile 就是说把这张计算图翻译成那个原生的指令，对不对？第二个可能还要做优化，
那图中间可能有一系列的优化操作，有融合，有这里举个例子，在 native 这个 compile 就编译过的图是这个样子，可能已经把刚才那3个算子融合成一个算子了，就因为往往你不管是用什么。就说那个底层的 API， 它往往有这种那个融合算子，对吧？用来做那个加速或者更好的那个吻合它的那个硬件的特性，对吧？这个我就举了个例子，就是说3个算子融合成一个，因为这个是你真正要在这个硬件上执行的图。那么这个是在 GPU 上、在 CPU 上、NPU 上这一步也完成了，因为有底层 API 的这个帮助协助以后，它实际上已经把它翻译成，已经那个这个编译成。这个当前这个你的目标那个硬件引擎可以执行的那个22进制的那个代码了，对。然后呢，但是从 Web Developer 来看呢，他拿到的就是一个 ML Graph 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个对象，它是个透明的，你不需要知道它下面是什么，你只需要绑定你的输入的 buffer， 对吧？输出的那个 buffer 就可以了。这个 buffer 可以是 CPU 的，可以是 GPU 的，对。在去年我们是有 CPU buffer 的支持，今年我们加了 GPU buffer 的支持，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数据，你的 input 数据在 GPU 上的时候，对，你可以让它 keep 在 GPU 的 memory 中，不需要读回到 CPU。你在运行这个 ML Graph， 那个 ML Graph 调它的 compute 操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 GPU 上的内存给它作为输入，它的输出的结果也可以直接写到 GPU 的内存上。对，这个就带来一个就是说，怎么让那个数据尽量数据的 locality， 对吧？尽量让数据接近你的计算这样一个好处，这样一个加速，对。所以说这个是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带给 Web 的一个新东西，一个统一的一个基于神经网络计算图的一个抽象，第一次引入到 Web。那么下面就是看一些 code， 这非常简单，大概16行，最后一行只是打印不说了。前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过程，从那个你如果现在你有 Chrome 的这个，比如说 Dev 版本、开发者版本或者 Edge 开发者版本，你打开 WebN 的这个 flag， 对吧？这个开关。你就可以在 Navigator 下面就有 ML 这个对象，然后可以 create a context， 你可以指定，这里就是说你指定这里是我例子是 GPU， 然后所有代码不变，你可以 target 到 CPU， 然后如果你的AIP 上有 NPU， 所有代码不变，你只要改这一个东西，把它改成 NPU， 你的下面的这个图就可以运行在 NPU 上，这个计算运行在 NPU 上。那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像 Hello World 一样，我们叫 Hello Tensors。就是一个矩阵乘的操作，3乘4和4乘3这么乘起来，最后得个3乘3的结果，这是最小的、最简单的，对吧？只是举个例子。那么前面就是说你定义计算图，你的 input A、input B， 对吧？然后把它乘起来得到 C， 然后呢，你的计算图最后就刚才我说的这个 compile 优化的过程就在这儿。你说 C 是我的输出，得到一个计算图编译好的计算图，它又返回给你，这一个 await 操作、异步操作，它可能在下面用。CPU 的 compiler、GPU compiler、NPU compiler 就去 compile， 得到结束以后返回给你，得到这个 graph。然后最后的操作，这是 CPU buffer 的例子，3个 CPU buffer 分别2个做输入，放了一些数据进去，最后一个做输出接结果。好，这个 compute 操作也是个异步操作，当它运行完的时候，你的结果已经在你的输出的 buffer C 里面了，所以说你只要把它拿出来就行了。这就是所有的。就是说几乎是所有的 WebN 编程的一个大致的流程，不管你的图是。这样一个算子的图，一个示例图，还是一个大规模的，比如说几 GB 的一个 transformer 或者 GenAI 的一个模型，一个语言模型，它基本上都是这个4步的操作。当然中间可能这个节点非常复杂，这个图的构成非常复杂，那么往往我们就要利用 framework 来帮助你，对吧？可能你手写这个也比较困难，对，所以说这个我想强调一下，就是说这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提出一个 Web 原生的，就是说张量计算的算子，然后你可以。用同一套算子的这种计算图，针对不同的 CPU、GPU 和 NPU 的执行，这是我们带来的，对。然后下面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在浏览器中的实现，对，这个我可以快一点，反正最上面是 framework， 对吧 ？application， 然后可以在这个中间这个大的绿框就是 Chromium 里面的代码，对 ，Chromium 我们知道是一个多进程的这样架构，对吧？它有些。被认为是就是说运行网络 code， 比如说 JavaScript、HTML、CSS code 都是运行在一个sandbox 的那个安全的那个被限制的一个那个进程中，叫 render process， 对吧？然后这边实际上 JavaScript API code 要访问 native 的时候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呢刚才你看到3个接口都在这里实现，他们叫绑定，对吧？从 JavaScript 绑定到 native。
但所有访问硬件的操作呢 ，Chrome 里面因为这个 Sandbox 把它限制了，安全的考虑，万一你的 JavaScript 把你的 render 搞崩了，你不至于随便访问你的硬件或者是你的资源，对吧？所以他用代理的方式，用这个进程间通信的方式，到一个专用的访问硬件的进程中，那么有可能是 GPU process， 所有和 GPU 打交道的这个代码都会放到 GPU process 里。然后，如果是其他的，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utility process， 就 Chrome 中你运行这个。假设不是要 GPU 的，可能是运行要 CPU 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 TensorFlow Lite、TF Lite 的 backend， 它用 CPU 后端的时候 ，CPU 引擎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放到 utility process。就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安全设计，就是尽量的把它需要的权限限制在它仅仅需要的那个范围内，对吧？当它如果某一个模块被攻破的话，它也会造成的危害比较小，对。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典型的 client server 结构，把这个所有application 需要的这个建图的请求，就图是在这里构建的，然后发到这里来编译的。针对不同的你的当前的系统是什么，比如说你运行在 Windows 上，就是只有这个 DirectMail backend， 我们这里就会翻译这个 backend， 就是会把你的 Web 的图翻译成 DirectMail API 描述的图，然后再调用 DirectMail API 去编译这个图。然后呢，有了这个图后给上面，然后就在这个图上，它不是要计算吗？刚才我们看填那个 buffer， 然后 input buffer 绑定 buffer。output buffer 对吧？然后我们也透下来，然后到 DirectMail API， 然后到你的 GPU 或者是 NPU 上执行。最下面一层这 API 下面我放了一些，就是说相当于底层的操作系统的一些驱动或者是一些底层支持的库，对吧？比如说这个 CPU 上的库，像 TF Lite 这边有 XMPack， 我知道我们今天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分享，有一些底层的库，实际上这些库都是可以被 Webn 所描述或者是所支持的，但是取决于就是说实现，对吧？目前 Chrome 里的实现或者 Chromium 这个 Open Source Project 实现，我们主要在针对这3个，因为它们是3个主流客户端操作系统的原生那个机器学习的 API， 对。然后这里比如说这些这个是微软的那个 Compute Device 的 Driver， 这个就是说在 GPU 之外有一些，比如说 NPU， 它没有图形的能力，它就是一个 Compute Device。对吧？像 CoreML 下面这个 BNS 是 CPU 的库 ，MPS 是GPU 的库，然后它还有它的像苹果的那个 NPU 的那个访问的那个相应的支持在那个下面。对，这个就 Chromium 的执行，实现。然后这一页呢是讲的是，就是说跟那个 Framework 的集成 ，Framework 的集成呢，就是说这里其实就是左边的话是就右边是个架构，对吧？从 Application 还是开始，下面是 Framework， 然后。这里我们刚才讲到，刚才我们前面有位那个顾阳他的分享是说，像这些 framework， 它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在 CPU 上执行能力，它是用 Watson， 对吧？它自己的 kernel，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卷积操作或者矩阵长操作，你可以用那个 WebAssembly 把这个描述出来，它已经带在这个 framework 中运行在浏览器上，对吧 ？WebGPU 的 kernel 也在这儿，比如 WebGPU 的 kernel 也在，WebGL 的 kernel 也在这儿。Webn 呢，它不提供 kernel， 你们看到，其实它提供的是原生。Web 所谓 Web 原生的张量操作，那个算子，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是它 framework 是问 Web 说，我现在一个 model 进来，我哪些部分你可以帮我执行？然后我得到了你支持的力度以后，我把我的图划分出一个子图来，我交给 Web 说你帮我执行，然后 Web 把它编译执行，对，然后 Web打通了一条路，就是到底层的，就是原生的这些，不管是 CPU 上执行、GPU 上执行，还是 NPU 上执行，他们的 kernel 的访问的这样一个通道。然后刚才我说了，划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大的 model 进来，比如有些算子 Webn 不支持，像一些预处理或者后处理的算子，这些 Webn 不支持，对吧？我们支持的是核心跟计算密集相关的那些算子，这些算子还是用你的 WebAssembly 的 kernel 执行。但是当它执行到就是说你的计算可以 Webn 能代理的那段图的时候，它会跳到 Webn 执行，然后当它执行完了以后拿到结果，又会跳回 Watson 执行。对，实际上这是一个混合执行的方式，而且这个执行方式现在在各个 framework 中都有类似的这个机制支持。这个机制不是 Web 原生的，在 native 中，在原生那个框架中，大量的采用这个支持不同硬件厂家、不同操作系统的它所谓的那个就是后端。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Web 相当于是借鉴了这个，然后成功的把它可以引入到这个 Web 的这个应用中来。对，然后顺便说一句，就是 Onyx Runtime 的支持已经在 1.18 的它的版本中就发布了，就所以说你用Onyx Runtime Web 1.18，然后 Webn 的这个支持已经在那儿了，你可以直接用。对，这个就是一个代码示例。那么实际上细节不说，就是说对
framework 对框架的使用者来说，你不需要关注太多，对吧？你只需要比如说原来你是用 Watson 来执行的，你现在只需要把这个它的那个名字，它叫 execution provider 改成 Webn， 然后 device type 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可以 GPU 甚至可以 NPU， 对吧？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说接近原生，那么我们看一些数据吧，对，这是 CPU 上的数据。然后这里的所有的，这个图是，就是不好意思，我们用挖上这个 CMD 作为我们的 baseline， 作为我们的那个底，对吧？然后我们看就是采用了 Webn 以后，它的加速比是多少？我们这里所有的数字是加速比，就是比它快多少倍。运行那个model 不同 model 的这个推理的时候，然后那个深蓝色的框是原生，对。纯原生，没有 Web， 没有那个，就是同样的 model 用它原生的库来运行是什么样的，在同一台机器上，所以大概看到我们的这个加速比，第一个针对挖上还是比较明显，然后离原生很接近，对吧？然后这里统计，这里大概15个 model 用的是 MediaPipe 的那些 model， 因为 MediaPipe 好多 model 比较小，比较适合运行在 CPU 上，对，所以说那个从我们这个数据看来，它基本上能达到93%的原生的性能。对，旁边右边的这个比例就是说 ，Webn 的执行效率和原生执行效率的比例越高越好。对，这里的加速比也是越高越好。同样的，这是 GPU 上运行的 model 就比较多了。对，大概我们至少现在找了20多个，接近30个 model 来测了一下。对，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么这是在 Windows 平台上测的，我们针对同样的比较，就是Webn 的 GPU 的数据。然后以及这个原生的 DirectML 在 Windows 上的数据，那个是纯原生，就是那个黄色的条是纯原生，然后 Webn 那个深色的条，那个紫色的条是 Webn GPU，运在同一台机器上，大概能有83%的原生的这个执行效率。对，这是 NPU， 对 NPU 现在我们运行的 model 还不是特别多，我们大概找了4个，都是那种传统的那个卷积神经网络的，但我们后面有个 demo 是运行这个运行那个 transformers 的，对。这个效率也还可以，对，大概有 NPU 原生的80%，对。所有这是我们那个 sample， 等会儿我们会有链接，就是实际上所有的 sample 同一个 model， 你可以指定 CPU、GPU、NPU， 对，同样的 code。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最近跟微软一起，就是说，他在他那个 Build 大会上就说这个宣布的一个 Webn 的这个开发者预览，然后我们放了一些 demo 在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些快速的演示，对。对，这个是第一个是那个做 segmentation 的，这是 Facebook 或者现在叫 Meta 的他们一个 model， 叫 Segment Anything。对，这是运行在 GPU 上，运行在 Intel 最新的那个 Core Ultra 的那个所谓 AIPC 这个上面。你看到每一次这个做一次分割的话，大概只要几十毫秒，对吧？30-40毫秒就可以做一次分割。这是一个FP16的 model， 比较适合运行在 GPU 上。对，这个是 Segment Anything。下一个是做那个纹身图的 Stable Diffusion， 对 Turbo， 对，这个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试，对，可以运行在 GPU 上。当你下面这种文字，对吧？一个猫在雪地中什么什么的，然后如果你把它这个猫改成老虎，对吧？它就给你生成老虎。大概这个上面刚才看到的时间大概3秒。这个不光是运行这个Stable Diffusion Turbo 的这个时间，还包括我们还加了一个 model 做 Safety Checker， 就看这个图生成到底合适不合适，对吧？我们实际上包括了那个时间，还包括了什么时间呢？因为当时录这个视频呢就在同一台机器，我们就用那个 Windows 的那个就是那个录屏工具录的，所以说它本身也要消耗 GPU， 所以说如果把这个额外消耗去掉掉，大概2秒左右可以生成一张图，对，在现有的就是你的 Client 端的机器，就是一台笔记本上面的集成显卡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对，下面这个 NPU 的 demo 就是做这个目标检测的，对 ，Object Detection 的。我们这个是运行的我们这个 W3C 我们这个 Working Group 的一个 sample。原来我们这个 Object Detection 只能在 CPU、GPU 上，我们最近才把它放到 NPU 上运行，对，然后效果也还不错。然后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是拿了一个手机放了一段这个 video 摆在这个笔记本前面让它拍，对，所以说你看到，所以这里你会看到这个，你会看到 Task Manager 里面有 NPU 了，对，如果你是 AIPC， 你打开你的 Task Manager 你会发现有新的引擎 NPU， 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 GPU 还在这里也有很高的负载呢？一个是这个整个 video 这个 pipeline 是运行在 GPU 上的，然后第二个呢，还是我说的这个抓图的这个那个录屏的工具也是运行在 GPU 上，对，但是实际上这也给了一个
给了一个示例的好处，就是当你的 GPU 已经在运行一些 GPU 图形、图像或者视频相关的时候 ，NPU 是一个比较好的助手，可以让它做 offloading。对。下一个是一个就是这种 AI 教育的一个例子，是我们跟那个可汗学院合作的一个例子。可汗学院它本身它是一个AI 的一个教育助手，它实际上背后运行一个大模型是用GPT。对。我们是把什么东西运行在 NPU 上呢？我们把这个相当于 speech to text 的语音识别运行在 那个 NPU 上。然后如果我们这段视频能放的话，会看到。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这个还做的挺不错的，而且是 Web。对。对，学生说跟他 debate， 对，然后 AI 可以给你交互，对。然后第二段我们在放第二段的时候，那个 network 我们已经断网了。这已经断网了，实际上就是展示出它完全运行在本地的这样一个效果。对，然后 NPU 的使用率在跳起来 ，GPU 也是因为录屏，否则基本上不会花什么 GPU 这个。对，当然这个因为它的背后的这个 AI 的这个教育还是这个智能模型还是运行在那个云端，所以说当你要发送的时候还是要联网。对，但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也有一部分可以运行在那个看端。对，然后。基本上这就是主要的 demo， 对，然后下一个我看看下一个是 Yes。对，没有了，我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这个最后就是说，还是强调就是这个 API 已经是可以开发者预览了。对，打开你的 Edge Dev 或者是 Chrome Dev， 然后有一个开关 Enables Web API， 你可以访问这两个网站。刚才我们的 demo 其实都在那儿，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 W3C 我们这个机器学习工作组，欢迎大家加入，欢迎大家提反馈，对吧？一起来那个决定这个 API 的未来，然后以及提出你的这个想法。然后呢 ，Chromium 这个 Open Source Project 也欢迎大家的贡献，对吧？我们很欢迎看到大家的代码的贡献，对吧？然后这些其他的一些 reference。对，我们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张敏同学做了一个 Awesome Web， 他集中了所有现在和 Web 相关的那些资料，对，这个还挺有用的一个集中地。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中文的那个微信群，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加。对，好，我可能超时了，对，我分享就到这里。